华尔街日报爆出 OpenAI 的营收和用户增长全部没达标，连他们自己的 CFO 都在担心，砸在 AI 上的钱太多了，未来可能赚不回来。消息一出，整个半导体板块直接崩了3%，AMD、英伟达、博通全部中枪。而且更让人焦虑的是，5月5号 AMD 就要发布财报了。在这种恐慌的气氛下，AMD 到底会暴涨还是暴跌？你手上如果有晶片股，现在要怎么办？我知道很多人现在最痛苦的不是亏了多少钱，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看着别人在上周英特尔暴涨30%的时候赚得盆满钵满，自己却什么都没抓到。现在又面对一波大跌，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件事，当所有人都在恐慌的时候，恰恰就是聪明钱开始布局的时候。你知道吗？英特尔暴涨30%的时候，大部分散户都没有进场，但是美国政府在8个月前就已经悄悄砸了89亿美元抄底英特尔，现在账面利润超过270亿。马斯克也选择了英特尔作为他200亿美元 Terafab 超级工厂的合作伙伴。这些聪明钱为什么在所有人都看不起英特尔的时候就敢大手买入？今天这支影片我会用最简单的话帮你把这波 AI 晶片板块轮动背后的底层逻辑扒得干干净净。更重要的是，我会告诉你，面对 AMD 即将到来的财报，以及现在这种恐慌的市场情绪，具备富人思维的人会怎么操作，而不是像散户一样被情绪牵着鼻子走。如果你不想再一次错过机会，也不想在恐慌中做出错误的决定，这支影片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开始。要看懂英特尔这次的暴涨，我们不能只看今天的数字，我们得先回到2025年的8月，那时候的英特尔可以说是跌到了人生的谷底，股价只有将近20块美金，大家都觉得它不行了，在 AI 浪潮里完全被英伟达按在地上摩擦。当时的市场情绪有多悲观，你随便打开一个财经论坛，大家都在笑英特尔是夕阳产业，说它已经被时代淘汰了，说它的 CEO 应该直接把公司卖掉算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超级大买家悄悄进场了，没错，就是川普政府。他们当时砸了89亿美元，直接买下了英特尔将近10%的股份，每股成本才20.47美元。这笔钱是哪来的？其中57亿来自晶片法案的拨款转换，另外32亿来自一个叫做 Secure Enclave 的国防计划，就是美国军方需要最顶级、最安全的晶片来装备他们的武器、战斗机、卫星和太空设备。这些晶片不能从外国买，必须在美国本土制造，而他们把这个35亿美元的重任交给了英特尔。这说明了什么？市场永远比官方数据更诚实，聪明钱早就开始布局了。你想想看，美国政府这波操作堪称是教科书级别的抄底，短短8个月，这笔89亿的投资现在已经价值超过360亿美元，赚了快4倍，足足271亿美元的账面利润。而且不只是政府，英伟达也在那个时候砸了50亿美元买英特尔的股票，每股成本23.28美元。英伟达不是英特尔的竞争对手吗？为什么要投资对手？因为英伟达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机会，让英特尔帮他代工生产客制化的 x86 伺服器 CPU， 英伟达设计，英特尔制造，这就是产业链的深度整合。好，那我们回到这次的 Q1 财报，为什么市场会这么疯狂？因为英特尔交出了一份超乎所有人想象的成绩单，营收136亿美元，比华尔街预期的123.9亿高出了将近10%，比去年同期成长了7%。更夸张的是它的获利，华尔街原本预期它每股只赚2美分，结果它赚了29美分，超出预期14倍。我们常说看财报不能只看全年的表面数字，要按季度拆解找真实趋势。英特尔的资料中心与 AI 部门营收高达51亿美元，年增22%，营业利润更是从去年的6亿暴增到15亿，利润率达到30.5%。这是一个极度强烈的讯号 ，AI 对 CPU 的需求正在爆发。它的个人电脑部门也很亮眼，营收77亿美元，其中 AI PC 的营收环比增长了8%，占了整个客户端 CPU 出货量的60%以上。这意味着不只是数据中心，连我们日常用的电脑都在往 AI 方向转型。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密码藏在英特尔 CFO 说的一句话里。他在电话会议上说 Q1 was a strong quarter financially and operationally. All demand signals continue to emphasize the growing and essential role of the CPU in the AI era and the unprecedented demand for leading-edge wafers and advanced packaging to realize the vision of driving silicon-based intelligence to the edge efficiently and at scale. 记者追问他，目前还有多少订单是没办法满足的？
他回答了一个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的词。Let's just say it starts with a B. It's meaningful. 这句话直接引爆了整个市场，大家一定很好奇，过去这2年，我们听到耳朵长茧的都是 GPU， 英伟达就是靠着 GPU 成为5兆美元霸主的。那 CPU 到底在 AI 里有什么用？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抢手？来，我们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如果你有看过上一条 Chief Pepper 的影片，你就知道现在 AI 已经从训练阶段进入了代理阶段。简单来说，以前 AI 只需要 GPU 来做大量重复计算，就像工厂里的工人，但是现在 AI 要自己做决定、执行任务、协调不同系统，这就需要 CPU 来当大脑和将军。如果你还没看过那条影片，我把链接放在右上角了。看完这条之后，一定要去补课。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这个结构性的转变正在彻底改变 CPU 的需求量。在 Agentic AI 的运作中， CPU 负责管理和协调那些短暂爆发的 GPU 计算，负责处理复杂的逻辑推理，负责在不同的 AI 代理之间传递信息。根据英特尔的数据，以前在数据中心里，一个 CPU 可以搭配8个 GPU， 也就是一个机柜里8个 GPU 只需要一个 CPU 来管。但是现在因为 Agentic AI 的崛起，这个比例已经变成了1:4，甚至未来会变成1:1，也就是说，未来每卖出一个 GPU， 就需要配备一个同等级的 CPU。这是一个结构性的改变，不是短期的炒作。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如果比例从1:8变成1:1，那 CPU 的需求量要暴增8倍。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伺服器 CPU 的价格从3月份以来已经涨了20%，而且下单之后还要等半年才拿得到货，供不应求到这种程度，你说夸不夸张？英特尔的高管都在上个月的摩根士丹利科技大会上说 CPU has become cool again. CPU 又酷起来了。这就是英特尔暴涨的底层逻辑。市场终于意识到 AI 的下半场 CPU 绝对缺一不可。如果你只盯着 GPU， 你就错过了 AI 产业链中最大的一块拼图，而这个拼图正在被聪明钱疯狂抢购，而且这个趋势才刚刚开始。英特尔的 CFO 说，目前还有以10亿计的订单没办法满足，这代表什么？代表需求远远超过了供给，而且这个缺口短期内不会被填满。对于投资者来说，这就是一个持续性的顺风，不是一次性的爆发。在3月底，马斯克宣布了一个超狂的计划，叫做 Terafab， 这是一个价值200亿美元的超级晶片工厂计划，位于德州奥斯汀。特斯拉、SpaceX 和 XAI 都要参与。特斯拉负责在 Gigafactory Texas 旁边建一座30亿美元的研究型晶圆厂，每个月生产几千片晶圆。SpaceX 负责大规模量产，而马斯克选定的晶片制造合作伙伴是谁？不是全球最大的晶片代工厂台积电，而是英特尔。马斯克在特斯拉的财报电话会议上亲口说 We plan to use Intel's 14A process, which is state of the art, in fact, not yet totally complete. But given that by the time Terafab scales up, 14A will be fairly mature or ready for prime time, 14A seems like the right move. 你知道吗？ 14A 1.4奈米级是英特尔目前最先进的制程技术，预计要到2027年才会完全量产。马斯克愿意把身家压在一个还没完全成熟的技术上，这无疑是对英特尔晶片制造能力最大的背书。这也是为什么英特尔的 Foundry 部门虽然现在还在亏损，上季营业亏损24亿美元，但是市场完全不在乎，因为大家看的是未来，不是现在。当 14A 量产成功的那一天，英特尔的 Foundry 将会变成一台印钞机。英特尔的 CEO 也回应说 As we look to continue challenging the status quo, I can think of no better partners than Elon Musk. 这也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未来的科技巨头都在抢夺最核心的晶片制造资源，谁掌握了最先进的制程，谁就掌握了 AI 时代的命脉。而英特尔正在重新夺回它的王座。好，那看到英特尔这么猛，那 AMD 呢？ AMD 在5月5号就要发布财报了。前面讲到 CPU 需求增加， AMD 也会受惠吗？我们来看看 AMD 的情况。 AMD 同样是做 x86 CPU 的巨头，它现在占了全球大概30%的市场份额。如果英特尔因为 CPU 需求大增而暴涨，那 AMD 绝对也会分到一杯羹。道理很简单，整个 x86 CPU 市场就只有英特尔和 AMD 两家，蛋糕变大了，两家都受益。事实上，就在英特尔财报出来之后， AMD 的股价也在4月24号那天跟着大涨了将近14%，从304美元冲到347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如果 AMD 也能像英特尔一样大幅超出预期，那股价再往上走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这里我要提醒大家，这就是散户最容易犯错的地方。很多人看到新闻说 AMD 好，就脑子一热，情绪化的冲进去追高。
你心想，英特尔涨了30%，AMD 财报出来肯定也会大涨，我现在买进去稳赚不赔。现在因为 OpenAI 的新闻，市场对 AI 的盈利能力有疑虑，情绪很脆弱。如果 AMD 的财报稍微有一点不如预期，股价可能就会被情绪带着往下砸。但如果超出预期，又可能会有报复性反弹。这就是为什么在财报前去猜方向，风险极高。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2024年的时候 ，Meta 发布了一份超级亮眼的财报，营收和利润都大幅超出预期。但是 Meta 的管理层表示会大幅增加 AI 的资本支出。就这一句话，股价盘后直接跌了16%。为什么？因为华尔街觉得花太多钱了，短期利润会被压缩。但是后来呢 ，Meta 的股价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涨了80%，因为那些 AI 投资最终带来了巨大的回报。所以你看，财报公布的那一刻，股价的反应往往是情绪化的、短视的。散户如果跟着那个情绪走，就会被甩来甩去，最后两头挨打。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建议大家盲目去猜财报。猜财报不是投资，是赌博。你可能猜对1次、2次，但是长期下来，你一定会被市场教训。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等财报出来之后，等市场消化完情绪，等股价给你一个明确的技术讯号，然后再决定要不要进场，这才是专业投资者的做法。在我的银市技术里，有一句话很重要：顺势而为，不与市场对抗。我们不猜底，也不摸顶，我们让市场告诉我们方向，趋势确立才进场，不确立就等待。很多散户总是想着要买在最低点，卖在最高点，但真正的技术分析高手看的是什么？我们看的是 K 线和成交量，这才是市场资金流向最真实的反应，没有任何滞后性。我们不需要几十个复杂的指标，什么 MACD、RSI、布林带，那些都是从价格衍生出来的二手资讯，都有滞后性。我们只需要看懂最原始的价格行为和成交量。K 线告诉你价格在做什么，成交量告诉你资金在做什么，两者结合就是最纯粹、最及时的工具。举个例子，在我的股票周期4阶段里，任何一档股票都会经历4个阶段，这是以30周移动平均线来划分的。顺势投资者，我们只做 Stage 2上升期，其他3个阶段都是等待。当一档股票伴随着巨大的成交量突破了关键的阻力区间，股价站上30周线并持续上涨，进入 Stage 2，这才是我们进场的最佳时机。如果你仔细看英特尔暴涨前的 K 线图，你会发现聪明钱在财报公布前的几周其实已经在悄悄收集筹码了。怎么看出来？成交量，股价在横盘整理的时候，成交量在逐步放大，这就是机构在吸货的痕迹。成交量不会骗人。而对于 AMD， 现在它已经在历史高位了，刚刚创了新高。如果你现在想进场，你的盈亏比好不好？你的止损点要设在哪里？如果你进场前连止损点都不知道在哪，那你不是在投资，你是在赌博。在我的系统里，我们要求最低的盈亏比是2:1，理想是3:1，也就是说，我冒1块钱的风险，必须有机会赚到3块钱。只要我有2.5:1的盈亏比，就算市况很差，我只有30%胜率也能够维持盈利。控制风险永远比追求回报更重要，不是每次都要对，而是对的时候赚够多，错的时候亏得少。这就是富人思维和散户思维的根本差别。散户每天都在找必涨的股票，而富人每天都在优化自己的交易系统。散户追求100%的胜率，但这是不可能的。富人追求的是在一个合理的胜率下，让盈利远大于亏损。我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假设你现在想买 AMD， 它的股价在347美元附近，你的止损设在哪？如果你设在300美元，大约14%的下跌空间，那你的风险就是每股47美元。那你的目标价呢？如果分析师给的目标是375美元，那你的潜在收益只有28美元，47美元的风险换28美元的收益，盈亏比是0.6:1。这种交易我是绝对不会做的，因为即使你猜对了方向，你赚的钱也不够覆盖你猜错时的亏损。但如果你等一等，等 AMD 财报出来之后，回调到一个支撑位，比如回到300美元附近，那时候你的止损假设设在280美元，风险20美元，目标价假设还是375美元，收益75美元，盈亏比变成了3.75:1，这才是值得做的交易。看到了吗？同一档股票，只是进场的时机不同，盈亏比就天差地别。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什么时候买比买什么更重要。你必须要知道什么时候该买，什么时候该卖，什么时候该空手等待。你必须要把投资变成一件有纪律、有逻辑的事情，而不是凭感觉、凭新闻、凭别人的推荐。回到今天的主题，
英特尔从20块涨到80块，涨了4倍。但如果你没有系统，你可能在20块的时候不敢买，因为大家都在骂它；在50块的时候追进去，因为新闻开始报道了；然后在60块回调到55块的时候吓得割肉，因为你不知道止损点在哪。最后英特尔涨到80块，你1毛钱都没赚到。这种故事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我知道，因为我的很多学员在来找我之前都经历过这样的痛苦。他们不是不努力，不是不聪明，只是没有人教过他们正确的方法。这也是为什么我把这10几年来在市场上用真金白银换来的经验，浓缩成了一套最纯粹、最直接的系统——赢势技术。我的教学特点很简单，涨跌都赢，简单易明，10岁小孩都能学会。我们不讲艰涩难懂的经济学理论，我们直接教你怎么看懂 K 线和成交量，怎么判断一档股票处于哪个阶段，怎么找出像美光、BE、VRT 这样的动能股。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支影片对你有启发，如果你不想再当被机构收割的韭菜，如果你想真正建立起自己的防护网，把投资回报从亏转盈，你可以来参加我的赢势技术公益课。这堂课的内容，外面很多大师可能要收你几千块美金，但今天我开放免费名额给大家。为什么？因为我经历过那种亏钱的痛苦，我知道那种迷茫和无助。我希望帮更多有心想学好投资的人少走几年弯路。你不需要每天盯盘，你不需要懂复杂的数学公式，你只需要一套正确的系统。我的学员都能用这套系统稳定获利，因为这套系统只需要你每周花30分钟检查一下股票的周线图就可以了，跟着趋势走，控制好风险，长期下来一定会有收获。名额非常有限，点击下方资讯栏连结，保留你的位置。记住，市场永远都在，机会也永远都在。AI 的浪潮还在走下去，未来还会有无数个像英特尔、英伟达这样的机会。重点是，当机会来敲门的时候，你有没有把握到？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对英特尔和 AMD 的看法，我们集思广益。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记得按赞、分享、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因为我会把复杂的经济和投资理论简单化的讲给你听，让你更容易的吸收。我们下次再见。